1950年11月25日上午10点钟左右，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3架 P-51野马式战斗轰炸机从代号为 K-24 的平壤东机场冲向天空。这3架 P-51战机隶属于美国空军第18战斗轰炸机大队第2中队，刚在前不久由南非空军编入联军。今天他们的任务是在西川西北方向的空域实行战斗巡航，负责带队飞行的波兰裔上尉利波夫斯基是一个35岁经验老道的飞行员，另外2位跟随作战的分别是年仅20几岁的奥顿多中尉和里奇特尔中尉。就在前几天，由他们组成的飞行战斗小队合作无间的连续多次出击，破坏和摧毁了敌军的地面支援部队、仓库及阵地。与之前一样，这3架 P-51战斗轰炸机在今天升空时也携带了执行近距离战术支援地面作战需要的挂载武器，每架飞机携带2颗凝固汽油弹和6枚航空高速火箭弹。上午11点钟左右，该机群接收到空中控制中心转发的战斗命令后，随即按照地图坐标飞向位于朝鲜半岛北部西川西北方向大约30公里的敌军目标。很快，利波夫斯基上尉就驾驶着 P-51战机来到了目标上空。虽说天气晴朗，最适合战机执行任务，但朝鲜半岛北部千沟万壑的地形确实是敌人躲藏的好地方，这就让飞行员犯了难。而就在利波夫斯基上尉聚精会神地寻找目标的时候，前方的一处山沟中突然出现一股升起的黑烟。经验老道的利波夫斯基上尉立即向他的队员发出了投弹的指令。不一会儿功夫，3架 P-51战机径直朝黑烟位置上方飞去。就在快俯冲到冒出黑烟的茅草屋上方时，3架战机几乎没有丝毫犹豫，投下了挂载的燃烧弹和火箭弹，结果是正中靶心。P-51战机留下身后地面上熊熊燃烧的大火，扬长而去。他们返航后汇报的战斗结果是发现敌军踪迹并实施攻击，地面燃烧，敌军踪迹消失。对于执行这次轰炸任务的3名飞行员来说，这只是一次非常普通的战斗而已，没有丝毫的危险，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他们在当时肯定不知道，那个冒出黑烟叫做大鱼洞的地方就是中方总指挥彭德怀的指挥部。他们也不知道，事后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从烧焦废墟中被拖出，而这将会改变那个国家亿万人的命运。直到37天后，1951年1月2日这天，北京中南海内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多了一份朝鲜战场前线传回的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是：我们今日7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3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100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2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新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25日16时至4，据叶子龙的回忆录描述，老毛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3-4分钟，头埋得很深。当毛抬起头时，并没有流泪，也没有任何表情，但脸色非常难看。毛太祖绝嗣了，他唯一一个没有痴呆的儿子早早地面见了马克思，但这对于当时那片土地上的亿万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件大好事。直到今天，人们还庆幸当时毛太子没能从朝鲜战场回来，避免了中国的西朝鲜化。同时，毛太子便挂炉烤鸭也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资。网上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毛太子违反军令没进防空洞，在指挥所里蛋炒饭冒出的炊烟引来敌机，导致自己和其他人被炸身亡。当然，这种说法遭到了大陆官方的驳斥，以至于推出了许多英雄化毛岸英的影视作品。那么，毛太子被炸前到底在干什么？有没有做蛋炒饭？其中的真相到底如何？毛太子是因为什么挨炸的呢？他的最后一天又是怎么度过的？下面就快订阅 Zero 档案，我们将为您讲述洪朝太子毛岸英最后一天的故事。杨开慧是毛的第2任妻子，而毛的第1段婚姻是被包办的。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的一个富农家庭，在他14岁那年，毛就在其父毛宜昌的安排下，与一位年长6岁的女孩订婚。对于这一段感情，毛泽东不愿多谈。他曾在延安对采访他的记者斯诺说：“我很不喜欢这段婚事，我从来没有和他同居过。”毛宜昌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妻子写进毛氏家谱。婚礼后不久，毛泽东离开家乡小村，在韶山和学生一起生活。罗宜秀则一直在毛家与毛宜昌夫妇一起生活，直到1910年2月11日大年初二，罗宜秀因痢疾而病逝。而毛与杨的这段婚姻还要从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说起。杨昌济是湖南有名的学者，早年留学日本、德国和英国，思想非常开明，所以杨开慧才有机会上学，在女子高校读到毕业。那时候，杨昌济在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常常邀请学生到家里来。杨开慧得到允许，能够和来客一起用餐说话。她美丽优雅，还能率直地发表见解，让男学生们大为倾倒。在来的这些学生中，有一个人深得杨昌济的赏识，那就是毛泽东。1918年，杨昌济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之后，他不但举荐毛去北大图书馆工作，还促成了毛和自己女儿的婚事。1920年1月，杨昌济去世，北京和长沙的教育界都为他开追悼会。毛泽东就以办学生办女婿的身份参加守灵，帮助料理后事。父亲病逝后，杨开慧随母亲回湖南长沙，进美国基督教教会开办的福乡女中。当年冬天，19岁的杨开慧和27岁的毛泽东结婚了。之后的1921年，杨开慧加入了中共，协助毛搜集、整理资料、编写文稿，负责联络工作。1922年，杨开慧与毛在湖南长沙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毛岸英。紧接着第2年年末，他们的第2个孩子毛岸青也在长沙出生。而就在这期间，杨开慧渐渐发现了毛这个人的流氓属性。毛泽东在早期一起经营中共组织的好友易礼荣曾向毛的前秘书李瑞透露，他和他老婆许文轩一家曾同毛和他老婆杨开慧一家做过邻居，都住在长沙清水塘。而就在这座邻居期间，毛把他的老婆给搞了。杨开慧知道此事后，还和毛大吵了一顿。都说朋友妻不可欺，毛不仅要搞朋友的妻子，就连小姨子也都不放过。杨开慧家的一个亲戚也曾告诉李瑞，毛娶了杨开慧后，还把杨的亲堂妹给搞了。经过这2件事以后，杨开慧就看清了毛的真面目，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生活流氓。但是毛对杨做的更流氓的事情还在后面。掩饰不断的同时，毛也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奉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于是借壳发展，不断夺权，导致国民党内部严重分裂。眼看要被颠覆瓦解，1927年，国民党右派终于开始清党，抓捕中共党员。作为反击，中共在全国多地发起暴动，毛泽东也因此离开杨开慧，去湘南搞秋收暴动。而就在这一年，杨开慧的第3个孩子毛岸龙也出生了。此时的杨开慧已经为毛生下3个孩子，分别是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当时的杨开慧一个人要抚养3个年幼的孩子，可以说是相当的辛苦。但此时的毛在干什么呢？秋收暴动在国民党的镇压下很快就失败了。毛泽东逃到偏僻的山区，盘踞在湖南和江西边界的井冈山一带建立根据地。按理说，他安顿下来后应该把妻儿接来团聚，但是他不但没这么做，反而和更年轻的小姑娘贺子珍同居了。而且没过多久，在1928年的5月，毛正式迎娶她为夫人。由于杨开慧的亲哥杨开智经常在井冈山和长沙之间往返，杨开慧不久就知道了毛在井冈山上已经有了一个压寨夫人。从1927年9月，毛泽东跨出杨开慧的家门，撇下3个年幼的孩子，到毛和结为夫妻，中间还不到8个月。于是杨这时的处境非常的尴尬，他现在俨然成了毛泽东的弃妇，而毛的新欢贺子珍可能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成了毛的小三。1930年8月末到9月中，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史称红军二打长沙。在此期间，杨开慧母子并未住在长沙城里，而是住在长沙城外的板仓，也就是住在红军控制区里。此时的毛可以不受阻碍地回家看老婆孩子。当时红军总部里就有人力劝毛去看望他们母子，顺便把他们接走，可是毛没有同意。原因当然显而易见，他已经有了新欢，这时再去接杨到身边来，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就在毛泽东沉浸在新婚的快活里的时候，杨开慧却在离长沙东乡60里的娘家板仓过着穷困动荡的生活。1982年，湖南省当局指示有关部门维修杨开慧的祖传老宅，在修补的砖墙缝里，意外发现了用蜡纸包好封存的这7份手稿。1990年，当局再次修缮杨宅时，又从他卧室外的屋檐下发现了同样以蜡纸密封的一份手稿，那是他在被捕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也就是充满哀怨的这封信。在最后一份手稿里，他指责毛泽东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他还说，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1个月1个月，半年1年，以至3年。他丢弃我了，一幕一幕的，他一定是丢弃我了。1930年11月14日，就在毛指挥二打长沙之后，杨开慧被当时守卫长沙的国民党长官何键下令处决。其实何键本来并不想杀他，在毛泽东离开的3年里，何键一直没有因为毛的缘故去找杨开慧的麻烦，甚至彭德怀一打长沙，差点把他打死，他都没找杨开慧泄愤。当然，这也和杨开慧在那段时间比较安分，没被发现从事地下活动有关。因为一个独自带着3个孩子为生活所迫的母亲，可想而知没有多少精力去从事什么地下活动。何键最后动手是被毛泽东给逼急了。1930年，毛带人二打长沙，按理说他在行动前应该接走母子4人，或者派人给杨开慧提个醒，让他事先有所准备，这是很容易办到的。杨开慧的家就在毛去长沙的路上，而且毛在长沙城外待了整整3个星期，但是连这样的举手之劳他都没有做。于是毛泽东最终未能看到原本可以看到的杨开慧母子，并最终未能避免原本可以避免的杨开慧被捕杀的结局。这次攻打让何键非常恼怒，他也终于决心报复。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被抓。何键给杨开慧留了条活路，只要他公开宣布和毛脱离关系，就饶他不死。但是杨开慧拒绝了。11月14日，他被处死。到这里也就不难明白，经历了这一切的杨开慧为什么会写下那样的泄愤文字，在私密文稿中直接称呼毛为生活流氓和政治流氓。杨开慧被处决时，毛岸英只有8岁，毛岸青7岁，而最小的毛岸龙才刚满3岁，正是咿呀学语的年龄。到此为止，毛岸英的童年是在惶恐与不安中度过的，自己的老爹整整3年没有回来过，刚刚能记事的年纪就目睹了母亲的被捕与处决，这对于小毛来说绝对是童年阴影。1930年杨开慧被杀后，毛岸英兄弟被保释出狱。湖南共党地下组织与上海地下党联系。1931年春，毛岸英兄弟3人由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护送到上海，进入周恩来指派赤色互济会出资开办的大同幼稚园。这个幼稚园收留了30多个共党遗孤和领导人子女。周当时是上海共党地下主持，为便于掩护，由地下党员董建吾牧师出任园长。3个孩子身份绝密，都没告诉董园长出身，只说是烈士遗孤，每月由地下党付30元生活费。不久，最小的毛岸龙就因病夭折，什么病，怎么死的，谁也说不清。为了掩人耳目，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分别被取了假名，叫杨永福、杨永寿。1931年4月，负责上海特科的顾顺章被捕后辩解，周恩来和康生等人制造了当时震动上海的顾家灭门案。因为顾顺章认识董建吾，
董建吾被迫转移。后来，为了安全起见，中共地下党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园，将孩子们分散保护转移。经周恩来再三考虑，觉得小毛兄弟俩暂时放在董家比较安全。董建吾对外假称王牧师，而且家里当时已经有2、3个小孩，毛二子放他家不容易引起注意。这样，董建吾就把2个孩子放在他小老婆家中，生活费由组织上支付。董建吾白天做天主的仆人，黑夜替地下党干活，还拿着黑钱养着小老婆，本事可见一斑。毛岸英兄弟俩知道自己父母是敏感词，所以和任何人都不讲父母是谁。董家上下当然也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的孩子。这样问题就来了。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瑞金，资助中断，经济条件所限，加上女主人自己也有孩子，他们不再善待毛家兄弟，并经常挨打。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在1935年秋，毛氏兄弟流落街头，在上海滩过起了流浪生活。得知孩子出走，特科的几位高层领导知道那是毛的儿子，便发动地下党员前后找了半年多。当时特科留在上海的秘密办事处的情报员徐强事先通过内线查遍上海的警察局和巡捕房，确认孩子没被抓走，应该还在流浪。最终在1936年夏天，他们在一个破庙里发现了毛氏兄弟。这时的2兄弟已经流浪半年多，模样和乞丐差不多。2兄弟被上海特科找回，而当提出想把他们送回董家寄养时，兄弟俩却坚决不肯回去。1936年春，冯雪峰接手了上海特科头子。冯联系了国军内线李杜将军，当时张学良安排奉军将领李杜以考察为名，去苏联召集东北抗日义勇军旧部。冯雪峰派遣杨成芳负责把毛氏兄弟和董建吾的儿子董寿奇随李杜经法国赴苏联。最后，毛氏兄弟被送到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专程到巴黎接应的康生。之后他们前往苏联莫斯科，随后被送到了莫斯科国际第2童院，各自还起了俄文名字。毛岸英的俄文名叫谢尔盖·泽东诺维奇毛。当时在第2国际儿童院的主要是中共高层人物的孩子，除了毛氏2兄弟外，还有刘少奇的孩子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孩子朱敏、高岗的儿子高义、陈伯达之子陈晓达等。1939年末，中共高层的子女又被集体转到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内，中国孩子占到了近20%，所以在儿童院里很显眼。其次是德国的孩子，有10多个，因为希特勒当政后对共产党人的镇压日趋严厉，德共领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苏联。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的管理由共产国际负责，例如享受什么待遇、吃、住、教育等，都由共产国际下指示，甚至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执行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直接发话。到苏联后不久，所有孩子他们就都转入了苏联国籍，据说是经过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到达苏联时，毛岸英已经是一个14岁的青少年了，属于国际儿童院中比较大的孩子。在这里他才算过上了一段比较安稳的日子。后来参加了伏龙芝军事速成班。速成班毕业后，毛岸英由苏联方面派的一位大校军官陪着到前线苏军作战的各个战场转了转，并没有实际参加战斗。因为战时的苏联政府一直在保护在各国共产党高层后代们的生命安全。斯大林曾亲自签署过一份文件，规定凡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应征入伍。直到1946年，毛岸英才回国，当时中共还躲在延安。此时的毛已经是说一不二的党魁，所以回到延安后，毛岸英自然就成了小太爷。他先是上了50多天的农业大学，在延安那种环境下，狂傲的毛岸英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摆出太子架子，狂跳交谊舞，和未成年女子谈情说爱，为人处事不拘小节，在延安臭名远扬。据说毛岸青由于早年在上海的那段经历，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所以这时的毛岸英是老毛唯一一个正常的儿子。毛的本质是个农民，思想里还是重男轻女，也不可能让女儿接自己的班，所以那时的毛岸英就深知父亲要培养他当未来的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时，
毛岸英就参与政治，在毛泽东面前谈论对高层领导人的看法。毛泽东很倾听他的意见，他说谁不好，毛泽东就疏远谁。因此，当时很多人为免遭难，不是躲着他，就是把他哄得找不着北。1949年中共建政后，和古代帝王们一样，入主中南海的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千辛万苦得来的江山将来由谁来接班的大问题。这接班人肯定不会是那些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开国元勋们，而是毛泽东自己的家人。作为毛泽东与其原配杨开慧所生的长子，毛岸英理所当然的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不二太子人选。毛为了历练这位未来的太子，专门把他派到农村去体验生活。1950年夏，毛岸英任北京机器总厂党委副书记。从毛岸英回国到1950年10月，他似乎没有特别固定的工作，而且每份工作时间都不长。中共发布的简历也对此语焉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小毛行动自由，没什么束缚。毛岸英给李克农当秘书时，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忙碌，很是散漫。1950年甚至还可以去长沙探亲，住省委招待所，而且一次探亲给母亲扫墓，竟然扫了1个多月，直到6月25日韩战爆发，李克农要秘密访问苏联，发电报催小毛，他才回京。这个28岁的青年享受的是高级别的待遇，乘坐软卧列车回京，按中共等级森严的帮规，13级以上高干才能享受软卧待遇。按级别算，小毛铁定没戏。但小毛在回京的路上，一边品尝着用长沙水泡出的君山毛尖茶，一边仰坐于沙发上，开始翻阅当天的报纸，估计这是湖南省委提供的特殊交通安排。第一公子的本色彰显无疑。如果照这个路线发展下去，没有什么大的事件，毛岸英将在北京机器总厂不断升迁，直到最后子承父业。但老天终究还是有眼，阻止了这样的灾难发生。1950年6月，金日成在朝鲜半岛北部发动了向南攻势，朝鲜战争爆发。9月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此时中共政治局为是否出兵朝鲜争论激烈。根据沈志华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最开始毛并不赞成金日成南下，表示要等拿下台湾后才能给予支援，但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南下已成事实，并且火已经快烧到了东北边境，对中共的统治构成威胁，毛才觉得不得不出兵。但当时绝大多数高干认为不应该出兵，而毛却一意孤行，坚持出兵。10月1日，毛泽东收到金日成的一份告急电报，连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到10月2日凌晨2时，首次做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散会后，毛泽东立即给高岗发电，要他即刻来京参加会议，同时拟派林彪任志愿军司令员，率军入朝。但是10月2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开会商讨如何出兵时，又出现意见分歧。林彪极力反对出兵，他以美军一个师拥有数百门炮，共军一个师只有10几门炮，且没有制空权为理由，不但不赞成出兵入朝，还借口身体欠佳，不愿当志愿军司令员。毛泽东随即考虑换帅，委托邓小平去北京饭店接彭德怀来中南海谈话。彭德怀赞同出兵，所以毛让彭挂帅出兵朝鲜。林在最后提出建议，为了朝鲜而把中国打烂不值得，而且与美军作战没有胜利把握，美国可能用原子弹或大规模空军袭击中国大陆，因此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去，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待机行事。周恩来批评了林彪，强调出兵援朝已定，现在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林彪不肯带兵参战是极其正确的一个决策，然而毛泽东的狂妄无知，不顾一切出兵朝鲜，将刚刚摆脱3年残酷内战的上百万中国儿女送上战场做了炮灰。而毛其实根本不知道美军有多么厉害，因为他从来没跟美国人打过仗，就是在抗日时期，他也只是带着共军躲在山沟沟里，美其名曰游击，和日军交锋的机会更是不多。在他的眼里，估计以为美国军队和国民党差不多。在朝鲜战场上，
美军用一个小设备指着敌方的电线，就可以在1公里之外监听得一清二楚。而共军以为美军非得爬上电线杆接通电线才可能监听，于是共军的一切秘密全部暴露在美军的眼皮底下。最后还是共军偶然抓捕了美军的一个侦听小组，才知道这个情况。而当时的共军对美军武装直升飞机更是闻所未闻。林彪虽然也不知道这些先进武器，但他起码知道双方大炮的数量相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正是由于这种无知，才造成毛敢贸然发起战争，也是由于这种无知，才让他敢把自己唯一没有痴呆的儿子送往朝鲜战场。老毛让小毛到朝鲜，自有他的打算，一是为了起带头作用，二是为了毛岸英的将来。他的本意只不过是让毛岸英到朝鲜镀一下金，让小毛在相对安全的志愿军司令部积累军中资历，为其日后执掌军权积攒本钱。有了军权，才能坐稳红巢江山，为回国后执掌军权打下基础。老毛安排小毛做彭德怀的俄文翻译，这样既可以保证其安全，毛又可以掌握彭老总的核心情况，预定小毛赴朝的时间长度多则半年，少则3月。这样看，毛的安排不可谓不周详。再看毛岸英，从1950年8月中旬到10月8日，在北京机器总厂只干了不到2个月，就不辞而别，跟随彭德怀去了东北。过了1礼拜，又随彭回京，这才匆匆到工厂交代说社会部有任务，他要去工作一段时间，而这个任务就是去朝鲜战场。毛岸英入驻朝鲜志愿军司令部，按照邦规，身份本来是保密的，但小毛毫无忌讳，基本上逢人便说自己父亲是党国老大。他平时腰里经常挂着一支小手枪，遇到人问，就拔出来说这支手枪有点来头，是斯大林赠送的呢。如果有人询问，他就会兴奋地讲述自己在苏联的经历，怎么参加苏军，何时受到斯大林专门接见，斯大林送他手枪。小毛入朝，虽然应名是彭德怀的翻译，但太子本性却不识流露，对老彭也是毫无敬畏。据说他在和38军军长梁兴初谈话时，直呼总司令彭德怀彭老头，和彭德怀下棋时，经常为毁一步棋而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有知情人回忆录描述，毛岸英曾当场说，他妈的彭老总你又毁棋了，而老彭则笑呵呵的赖账。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这样一件事，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主持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视为第一次最高作战会议。会上老彭发火痛骂38军军长梁兴初仗打得很烂，之后开始部署第2次战役的打法。但就在彭德怀向众人部署作战计划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毛岸英离开会议桌子，走到彭德怀对面，指着作战地图慷慨陈词，我看应该向南进攻。兵书上说，善战者陷力不失，遇事不疑。敌人不是跑了吗？不是败了吗？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而要后退呢？所有与会者都面面相觑，一个小翻译胆子不小，竟敢在彭总发火的时候说3道4。这样重要的会议，要是换了别人，彭司令可能早就命手下把人拉出去毙了。可见此时的小毛完全忘了自己只是一个秘书兼翻译，而是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老毛的钦差。但很快，毛太子最终为他的不守军规付出了代价。原共军总部作战处副处长，后任沈阳军区参谋长的杨迪将军，在其所著《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披露了毛岸英的死因。文中写道：11月25日，我跑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囱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3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这些鸡蛋是前一天黄昏，我看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派到志愿军任副政治委员的朴一宇次帅给彭总送来1小筐鸡蛋，这在当时的朝鲜是极难得的。当时彭总已吃过晚饭，还没来得及吃。3人中我只认识程普同志，那2位同志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我问程普，老程，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程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之后
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鱼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有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弹。看到程普满脸黑乎乎的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我问程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程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我急着问，那2位同志呢？程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我着急的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人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1985年5月6日，时任成都军区参谋长的丁甘如将军在军区将军寓所也谈了共军总部被炸前相关情况和毛岸英被炸死的情况。先一天傍晚，彭总、邓华、洪学智等总部领导人在驻地附近散步，他们边走边聊，走着走着，邓华副司令员说，这架敌机怎么还在这儿转呢？洪学智副司令员说，转了个8小时了。几位领导人几乎同时说，看样子我们总部的目标暴露了。散步归来，当晚9时，志愿军党委在彭总主持下开会，紧急部署防空措施，即布置工兵增挖猫耳洞，并加大加固已有猫耳洞。总部所有工作人员凌晨3点起床，吃完早饭后，除必要值班人员外，4点前全部进入指定的防空地点。同时严格规定，4时后所有住处不许冒烟。毛岸英3点起床了，他咬了一漱口杯子饭后，便伏在办公室桌子上睡觉了。从4点到9点多钟，睡了5个多小时吧。毛岸英醒来后，便就着火炉炒饭吃。10时许，美军飞机临空，没有绕圈子，一来就投弹，而且是凝固汽油弹，直接命中彭总办公室，瞬间烈焰冲天。正在炒饭吃的毛岸英和值班参谋高瑞新没有来得及跑出来，就这样死了。就这样，毛太子不但差点害死彭老总，而且自己被美国战机的凝固汽油弹击中，临死也没有吃上一口蛋炒饭。1950年11月25日上午，毛岸英被炸死。下午4点，彭德怀才缓过劲来，向军委发了电报。中共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收到电报后，首先送给周恩来阅。37天后，周恩来交代叶子龙把毛岸英死的电报送给毛泽东。据叶子龙回忆录记载，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3-4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当他抬起头时，脸色非常难看。毛泽东把毛岸英的死归咎于彭德怀，后来彭遭受迫害时也加了这一条罪状。文化大革命中，在彭德怀被专案组审查时，专案组提出了一个令彭德怀大吃一惊的说法。他们说，1950年11月死在朝鲜的毛岸英不是美国飞机炸死的，而是彭德怀有意害死的。这个诬陷给彭德怀精神造成了很大的刺激，使他又气愤又伤心，连续失眠，甚至发生了幻觉，最后把自己的命交代给了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毛发泄了自己满腔的怨愤。他说，中国的习惯，男孩较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其实毛泽东这些话与庐山会议主题并无关系，只是一时间新嫌旧恨真实情感的流露。其实从理论上说，至思是朝鲜战场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不仅在挑选驻地方面深思熟虑，而且经常变更地点。志愿军入朝后，至思第一个驻地就是平安北道东仓面大鱼洞的一个山洞里。这个所谓的大鱼洞是个小山村，距离鸭绿江仅有50公里，四面环山，只有一个出口。轰走当地居民后，变为军事重地，闲人免进，安全可靠。毛太子在这么安全的环境下都还能被精准击杀，只能说是命中注定有此一劫。伟大领袖毛太祖的儿因违反军纪擅自起锅蛋炒饭，招来敌机被炸飞。
毛太祖和党国形象是深度绑定的，这明显不符合党国日常光荣伟大正确的叙事。所以中共官方出了一个抢救密码文件的正能量版本，大陆一系列文学影视作品如电视剧《毛岸英》都采用此版本。这个版本的主要内容就是，在1950年11月25日敌机轰炸时，毛岸英同志本已进入矿洞防空，但他突然想起放在彭德怀办公桌上的秘密文件没有收拾好，高度的责任心促使毛岸英不顾生命危险离开防空洞，跑回彭德怀办公室抢救文件，不幸光荣牺牲。这是典型的中共官方塑造英雄的叙事，但是这个版本有很大的逻辑漏洞。首先，制司是一个高度精密的机构，各类工作分工很细，秘密文件和来往电报有严格的登记手续，更有专职单位的机要人员负责保管。很难想象制司的机要人员于凌晨进入矿洞防空前不收拾整理好文件，会将重要文件遗留在彭德怀办公桌上，更不会在敌机轰炸时让一个俄文翻译去抢救。再说，毛岸英在制司是受重点保护的人物。彭德怀秘书杨凤安在回忆录《百年潮》中写道，除俄文翻译外，办公室没有给他分配战斗值班任务。另一个可以作证的是时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的杜平将军，他在所著的《在志愿军总部》一书中也提到，毛岸英在那一天没有安排值班任务。两位在场证人的回忆足可以证明，毛岸英当时滞留彭德怀办公室并非组织委派的战斗值班任务，而纯属个人行为。官方所叙述的抢救密码文件版本当然是为了反驳时任制司作战处副处长杨迪的蛋炒饭版本，但杨迪的蛋炒饭版本并不是孤证。其实最早说毛岸英在炒鸡蛋炒饭吃的不是杨迪，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出处是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的彭德怀传记《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第21篇《大鱼洞空袭脱险》，里面谈到，作战处的参谋高瑞新和翻译毛岸英因为没赶上吃早饭，他们认为敌机大概不会来轰炸了，于是从防空洞里溜出来，跑到木板房里，从彭德怀的行军床下拿出几个鸡蛋，想利用那火炉子做鸡蛋炒饭。不料4架敌机很快又从北方返回，飞到大鱼洞上空，程普立刻跑出门外观望，他突然发现飞机下面飘下近100个银白色球状的东西，他大声向木屋内喊，敌机投弹了，快跑！话音刚落，一阵巨响，一片火光炸弹已铺天盖地的落下来了。徐参谋因靠近门口，他冲了出来，但高瑞新和毛岸英因正在做饭没及时跑出，被敌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吞噬而不幸牺牲。这本书的作者是彭德怀传记编写组，是由曾经在彭德怀身边工作过的人、研究彭德怀的人集体写的。也就是说，当时这些在彭德怀身边工作过的、研究彭德怀的人一致认为，毛岸英死之前在做蛋炒饭。更早一点的说法是说毛岸英在热饭吃。1993年出版的彭德怀的军事秘书兼办公室主任杨凤安和志愿军的参谋王天成合写的《驾驭朝鲜战争的人》中就是这么说的。书中说，当时杨凤安和彭德怀已经到防空洞去了，还留了一些人在彭总办公室。彭德怀派杨凤安去了解一下情况，有没有接到什么情报。杨凤安去了以后，向徐母元和程普了解情报，同时看到，这时毛岸英和高瑞新参谋因昨晚睡觉晚了，早饭未来得及吃，他俩正在围着火炉热饭吃。1985年，当过志愿军作战处处长的丁甘如接受采访时也说，当时毛岸英是因为饭冷了，在热饭吃。志愿军司令部的朝鲜语翻译赵南起后来当了很大的官，一直做到了解放军的上将。他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和毛岸英一起进了防空洞，但是毛岸英还要去处理文件，所以又下山到办公室去了。感到肚子饿就去弄饭吃，碰到敌机的轰炸。赵南起说，后来说成毛岸英是因为去弄饭吃被敌人炸死的，其实他是去处理文件，只不过顺便弄饭吃。所以赵南起不否认毛岸英是弄饭吃的时候被炸死的，只不过他认为应该强调的是处理文件去了，而不是为了弄饭吃才被炸死的。
这说明在当时的志愿军司令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虽然在细节上有一些出入，但是公认有这么一回事。从现场3位目击证人的回忆，我们可以得知，毛太子言行高调，根本没把彭总和其他的老将军们放在眼里，在彭发火的会议上随便发言，更是敢公开违反志愿军司令部军令，不进防空洞躲避。不仅如此，小太爷还私自拿出朝鲜次帅送给彭德怀的极其珍贵的鸡蛋来炒饭。最重要的是，号称进过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毛太子，竟然没有最简单的防空常识，在敌军扔下燃烧弹时往桌子下面钻，而不是往外跑。如果硬要说造谣，那就是小太爷在挨炸前可能吃的真不是蛋炒饭，而是盐巴炒饭或者煮鸡蛋。相比于官方的抢救密码文件版本，真正造谣的应该是官方吧？但这又有什么重要的呢？真正重要的是，毛太子真的见了马克思。试想，如果毛太子没被炸，如今的中国很可能就是个大号西朝鲜，像金家王朝的大胖、二胖、三胖一样，中国也会有自己的大毛、二毛和三毛。恐怕当今圣上也要感谢蛋炒饭，因为假如没有这碗蛋炒饭，当今圣上可能也没有机会坐上皇位，而坐上皇位的应该是某位毛三代了。